特种军医穿越古代与心中英雄偶像拜堂成亲，新婚夜搬宫居家互访。偶像夫君说：“我带你去一个更富有的地方。”抄家，我先抄了你的国库。几个时辰前，熟知历史的穿越者贺知然把抄家之事告知莫九叶，让他提前做好准备。皇上的圣旨，护国公竟然不来亲自迎接。护国公昨夜被皇上召进宫，重打50大板，此刻还在昏迷，怕是不能来接旨。什么？你说护国公昨夜被皇上打了？曹仁故作不知此事，心中却在幸灾乐祸。曹将军，想你也是朝中重臣，传旨就传旨，没必要在这里落井下石。京城人都知道，我墨家除了9弟以外都是女眷。你在一群女眷面前耀武扬威，想必传出去也不光彩。就是我们在不济，娘家也都有在朝廷为官之人，这件事难保会被他们知道。曹仁也心知是这么个道理。既然这样，曹某就不为难你们了。护国公府众人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护国公莫九叶勾结外贼，私吞粮草，伙同朝中大臣做出多件谋反之事。当今圣上仁慈，念在墨家先辈忠心报国，免去墨家死罪，现超收墨家所有财物，奴仆全部发卖，墨家人流放西北。幸亏墨家人早有心理准备，才不至于被这样一道不公的圣旨搞到崩溃。呵呵，念在与莫九叶同朝为官的份上，你们这些女眷的身就由本将军亲自来操。曹大人这样做于理不合，虽然我墨家获罪，可这些女眷也不是随意可以侮辱的。老太太，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本将军亲自搜身，那是抬举你们。你若是不愿意，本将军不介意让所有官差一起杀。曹仁，今天我就和你拼了！呵呵，不知道你是墨家哪位的遗孀啊？大胆曹仁，你竟然罔顾朝廷律例，调戏宦官家眷。哟呵，小娘子还挺辣，本将军就调戏你了，你能奈本将军何？朝廷律例规定，官员执行公务时，不得伤害未判死刑的家眷，更不允许调戏犯官家眷。你现在公然调戏于我，就不怕被皇上处置吗？伶牙俐齿在本将军面前没有用，本将军今日就将话放在这里，只要你从了本将军，搜身的事情可以商量，否则就别怪本将军不怜香惜玉。曹仁，我奉劝你一句，莫府流放，我们这些女眷的娘家人肯定会去送死。但凡我哪位嫂嫂见到娘家人，将此事说出去，你可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还有，虽然墨家被抄家流放，可我们的母族都没有受牵连。我父亲在不济也是位尚书，他送行的时候若是看不到我，再听说我死在你的手里，你想想我父亲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曹仁，我大哥若是送行时没有看到我，定会为我报仇的。我爹也同样，你若是继续一意孤行，我现在就撞死在这里。本将军念在你们守寡多年，甚是可怜的份上，今日就放你们一马。你们几个给我仔细的搜他们的身，若是有人敢放水，提头来见。娘，韩月害怕，挺直腰杆，不能丢了墨家列祖列宗的脸。无一幸免，大家藏在里衣口袋里的银票和他们头上的首饰全部被搜走了。启禀曹将军，护国公府的库房内空空如也。你说什么？不光库房内什么都没有，就连厨房都是空的。说护国公府的财物是不是都让你们提前转移了？曹将军，皇上今日刚下的抄家圣旨，难道我墨家有预知的本领，会提前将财物转移？启禀曹将军，属下在莫九叶的院子里找到了好几口大水缸，还有一些不值钱的玩意。属下在几处院子找到一些女人家的首饰，属下找到几十两银子。没想到堂堂护国公府竟然是个空壳子，也难怪一群女子又如何赚取钱财。你们几个先看着这些搜到的财物和府中下人，等待皇上下旨处理，剩下的人负责将犯人押送到城郊。趁众人不注意的时候，他快速离开。若不是曹仁一而再再而三地触碰他的底线，他也不想在这个时候惹事。贺知然意念进入空间，取出一把狙击枪，子弹上膛，瞄准目标。贺知然立刻进入了空间。这个女人到底是谁？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武器？而且她还能原地消失，难道她是神仙吗？不管怎么样，就凭她刚刚护着墨家人的表现，目前看来她对墨家并没有恶意。娘出来的有些急，没什么准备，这些银子都是娘的提己，你收好了，留在路上以备不时之需。娘，您不用担心我，有婆婆和妯娌们一起，还有9弟，我们一定能顺利抵达西北的。时间差不多了，赶紧上路。墨家人此刻心中无比清楚，从此京城的繁华与他们再无干系。不知不觉到了京郊，等在那里的除了负责押解他们的官差以外，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整个家族式的流放犯人。莫九叶，你就是个扫把星，
把家里父兄都克死了，现在又来克我们。墨家人，我诅咒你们不得好死！若不是因为你，我们何家怎么可能遭受这样的无妄之灾？爹娘、大哥、小弟，你们怎么也获罪了？是爹做错了事情，被皇上责罚。爹胡说，谢家明明就是受了国公府的牵连，你为何要隐瞒我姐？谢明，你给我住口！这里是说话的地方吗？冉冉，是娘对不起你啊，娘就不该和你爹一伙逼着你嫁入墨家，是娘错了。娘，我只不过是流放，又不是去送死，您别难过。这是爹娘给你准备的盘缠，不要舍不得用。路上除了打点那些官差以外，再请他们帮忙弄些好点的食物。还有，你从小就爱干净，你娘给你带了几件换洗的礼衣。贺渊明说着说着，也有些说不下去了，最后还是说了句：“是爹错了，不该逼着你嫁入墨家。”爹，以前是女儿不懂事，经常惹爹娘生气，如今女儿已经嫁给墨九业，以后就是墨家的人。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活下去，等到翻身的那一天，女儿定会好好孝敬二老。行了，都别站着了，抓紧时间赶路。各种军医穿越古代与心中英雄偶像拜堂成亲。新婚夜当空夫家库房，偶像夫君说：“我带你去一个更富有的地方。”抄家，我先抄了你的国库。吃晚饭了，粗面馒头免费，每人一个，白面馒头1两银子2个，没银子就别笑想。娘，我不想吃粗面馒头。韩月，你若想吃白面馒头，就拿银子去换。娘，我哪里有什么银子？没银子就有什么吃什么。娘，我这里有些银子，不如我去跟那些官差买些白面馒头。三嫂，别着急，看看别人都是怎么做的。谢家队伍处传来了一阵孩童的嚎哭声。大哥，灵儿这是怎么了？灵儿那颗有些活动的门牙被馒头硌掉了。愤怒的谢芳转身就去找官差理论。我们虽然被流放，可毕竟没被判死刑，我们还是有活着的权利。给我们吃这些硬邦邦都不知道放了多久的黑面馒头，我们如何能活着抵达西北？你们这群孬种，我墨家男儿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你们如今的安稳日子。眼下我墨家遭到陷害，沦落至此，你们这些人却学着那些小人般落井下石，在我们这些弱女子面前耀武扬威。看你们一个个的怂样子，也只剩下这点本事了。若是把你们送去战场与敌军厮杀，恐怕脑袋早就搬家了。说得好，这才是我墨家女人该有的样子。官爷，你们别被墨家的女眷给忽悠了，他们就是想以此来迷惑你们，免去皮肉之苦罢了。他说的对，墨家为国捐躯的是老国公与他的8位儿子，他们即便没有战死沙场，也得被墨九业这个反贼给气死。就连我们这些人都受了墨九业的牵连，对待这样的人还有什么情面可讲？是啊，墨家的女眷都被墨九业给灌了迷魂汤，早就和他一条心了，没一个好东西。官爷，打他们不要手软。我不管墨九业做的那些事儿，我只知道这些女眷大多都是英雄的遗孀，他们的夫君为了大顺朝的江山战死沙场，这一点绝不容置疑。谢天海，你不要忘了，你们全家为何会被流放？谢超、谢明，你爹恐怕是老糊涂了，赶紧把人带回去，不要出来掺和。都给我闭嘴！想挨打是不是？啊，有蛇。这蛇毒性强，你们最好先找根绳子在他的膝盖下方勒紧，防止毒素扩散，然后再……哪里来的那么多毒蛇？这要真是毒蛇，我还能像现在这样活蹦乱跳？我刚刚只是被吓了一跳，这会儿伤口已经不怎么疼了，没什么大碍。你过来，把这蛇收好，留作晚上的夜宵。看到彭旺毫不在意的样子，贺知然索性闭上嘴巴，上赶着不是买卖。九弟妹，谢谢你帮我，才让我逃过了皮肉之苦。二嫂，咱们都是一家人，帮你是应该的。如今我们的处境不同以往，有什么事情尽量和大家商量一下再做决定。九弟妹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儿，我都会提前跟娘和你说。咱们周围都是草丛，难保还有蛇出现，我去查看一下。我也去。我也去。九嫂，你不是在找蛇吗？怎么拔了这么多草？这些都常用的草药，我想着路上可能会用到，就采了一些。一直到官差喊人都回来的时候，银环蛇没找到，墨家女人倒是采了很多草药回去。头，你怎么了？快来人，头喘不过气了，快去找墨家那个伶牙俐齿的妇人。贺氏要量力而为。贺氏，把你解蛇毒的方法再说一遍。我说的方法只是刚被蛇咬的时候管用。那你说现在要怎么办？贺知然慢腾腾地朝着彭旺的方向走。你动作快些，到底要怎么办？现在是你们求我帮忙，这就是你们求人的态度。有什么条件，你尽管说。贺知然并没有急着提条件，他先检查了彭旺的伤口。万幸的是，他的医务室里有对症的血清，你把这个咬碎，一会儿用来敷伤口，
你不会是为了报复我刚刚呵斥你，给我吃毒草吧？随便你，你们头的死活跟我又没什么关系。张青，为了头的性命，你就听贺氏的吧。官爷，你们不要听贺志远的，他根本就不懂医，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官爷，您刚刚不是担心这草药有毒吗？其实这草药谁嚼碎都是一样的。张青闻言秒懂，毫不犹豫地将那株龙胆草交给了李柔。不想受皮肉之苦，就把这个嚼碎了。你到底会不会解蛇毒啊？你要是敢在这里招摇撞骗，小心鞭子伺候。吵什么吵？我要施展我师父他老人家的独门医术才可以。你们都转过身去。贺知远看着手中的血青，多少有些肉疼。若不是空间有再生功能，他还真舍不得给彭旺使用。我们头如何了？放心，他死不了。你确定头的毒解了？我确定，他1个时辰之内就会醒来。贺氏，你要是敢说谎，看老子不打死你！好，只要头醒来，定不会亏待于你。等的就是这句话。你们去照顾彭官爷吧，我又渴又累又困，回去休息了。我们头说了，给你们每人2个白面馒头。贺氏救了他的命，有什么条件可以现在提？人是你救的，想要什么条件你自己拿主意，切莫贪心就好。官爷，我们的要求不多，只希望路过下一座县城的时候，能让我们去采购一些物品就好。没问题，这件事我答应你了。明天中午就会路过云来县，我们会在那里补给物资，到时候会派人陪着你去采购。好，多谢官爷。你没有其他要求吗？既然官爷让我说的话，我还想要今天打死的那条蛇。你一个女人家，要那东西做什么？蛇身上很多东西都可以入药，我要做毒药。这个我也答应你。那个九弟妹，我想跟你要一个白面馒头。谢家与墨家一定是有什么误会，白天人多口杂的，我们没有说这件事。我琢磨着，趁着这会夜深人静，我去给侄子送个馒头，顺便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二嫂，这些都给你。谢谢九弟妹，我一定把情况问清楚再回来。二嫂快去吧，你麻利些，找个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吃些东西，再处理一下伤口。伤口如何了？已经不流血了，谢谢你为我和墨家做的这些。九弟妹，你继续休息，咱们有话明日再说。二嫂，我刚刚只是为了给夫君吃些东西。我猜测这件事应该是有人故意而为之。我大哥说，谢家被流放以前一点征兆都没有。今日有官差上门宣读圣旨，说九叶已经对自己通敌卖国一事供认不讳，还主动招供出谢家也有参与，还拿出了几个多年前我爹收受贿赂的证据。我娘家人都认为我爹收受贿赂数额并不大，而且只有2次，不至于被抄家流放。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九叶招供了谢家与他一起通敌叛国。九弟妹，二嫂就回去休息了。我与方传舟毫无过节，应该是去年的宫宴上，顺武帝借着酒意想将方明珠收进后宫，方明珠当众以自己已有婚约为由拒绝顺武帝的好意，方传舟也不愿意女儿进宫，且诸多大臣都在场，顺武帝只能不甘地放人离开。第2日，方明珠就匆匆嫁了人，皇帝借着这个机会将方家抄家流放，顺便还可以给我添堵。何志远原本是兵部尚书，我领兵打仗时，他故意克扣粮草中饱私囊，我曾因此事上书给皇上。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皇上只是降了何志远的官职，由兵部尚书变成了兵部侍郎。照你这样说，皇上是早就有了动墨家的心思，没有立刻处置何志远，而是留着他给你添堵。那李家呢？我与李家的恩怨可以说出自李柔。你们俩是什么关系？我们没什么关系。他出门乘坐的马车失控，恰巧被我遇到，将马控制住。次日，李良就带着礼物上门，说是替女儿感谢我的救命之恩，并且提及要将李柔儿送到国公府为妾。我当场就拒绝了，说自己已经与你有婚约，而且墨家祖训有言，墨家男儿不纳妾。李良当时并没有什么异样的反应，直到3天后，我出门的时候再次遇到了李柔儿，她的2个丫鬟拦住了我。李柔儿声称与我已经有了肌肤之亲，必须要我对她负责。我帮她控制马匹的时候，并没有与她有过任何接触，这明摆着就是要耍赖，因此我没有给她一点好脸色，也没有解释，直接骑马离开了。从那以后，我就发现李良处处与我作对，除了李柔儿这件事，我再想不出哪里得罪了李良。你说的这些是不是年初的事情？你知道，李柔说但凡嫁入墨家的人，年纪轻轻的就成了寡妇，一直劝我不要嫁进墨家，以至于原主对嫁入墨家产生了恐惧，这才有了贺渊明夫妻灌迷药的事。只可惜他们没有掌握好药量，导致原主死在花轿当中，然后我就来了。还真是卑鄙，装昏迷并不是持久的办法，我打算出了京城地界就找机会醒来。这个分寸你自己掌握就好。特种军医穿越古代与心中英雄偶像拜堂成亲，新婚夜班功夫加库房。偶像夫君说，我带你去一个更富有的地方。抄家，我先抄了你的国库。我们头昨日被蛇咬，身体还有些虚弱，暂时要坐在莫九叶的木板车上。官爷的意思是让九叶从车上下来，
他不下来，难道还要让头跟个犯人挤在一辆车上？官爷，您是知道的，我墨家都是女眷，若是不让九叶在车上，我们如何能带着他一起赶路？是啊，官爷，您这不是为难人吗？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吧？竟然连官差的话都不听。彭官爷，您现在是不是感觉还有些胸闷气短？的确如此，只要走几步，我就有些喘不过气的感觉。彭官爷昨日中毒太甚，我虽然保住了你的性命，可你身体里面还有余毒，若是不及时处理，还是会危及生命的。贺氏，你可有办法？办法是有的，只是其实彭旺的蛇毒已经彻底清理干净，1个星期就可以自愈。为了能摆脱墨家女眷背着莫九叶赶路的现状，他只能出言吓唬彭旺。贺氏，只要你能给我的余毒全部清除，我允许莫九叶跟我一起在车上。官爷，您也看到了，我们墨家都是女眷，推着夫君一个人就已经很吃力了。这个没问题，我可以找几个男犯人来推车就是。你的条件我都答应了，若是你不能将我身上的余毒解决干净，小心官差的鞭子伺候。好，我现在就帮官爷排毒。他随意挑了几样草药交给周老八。官爷，这是我们昨天采的草药，煮水给彭官爷喝下，不出7天，他体内的余毒便会清理干净。你的话当真？当真。头儿，你先去木板车站歇着，我这就去煮药。九嫂，你可太厉害了，不但九哥不用从木板车上下来，还有免费的劳力可用，这下咱们就轻松多了。九嫂，我九哥的命真好，娶到你这样厉害的媳妇儿。九嫂，那里有草药，我去采回来。小妹，采草药以后还会有机会，耽误大家赶路会被官差责罚的。我知道了，九嫂，以后我会注意的。快来看看，你夫君是不是醒了？对于莫九叶，彭旺多少还是有些敬重的，发自内心的希望他能够活下来。彭官爷，你说我夫君醒了？我刚刚可能是碰到了他的伤口，不知道是疼的还是怎么着，他闷哼了一声。莫九叶思来想去，决定清醒过来，发出一阵微弱的呻吟声。你看，他是不是真的醒了？是的，夫君醒了。他现在身子弱，不适合吃干巴巴的馒头，多给他喝些水润润喉最好。时辰不早了，继续赶路。8月天，偌大的太阳炙烤着大地，行走的人们热得有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官爷，求您帮孩子找个大夫吧，孩子是无辜的呀。大哥，灵儿这是怎么了？灵儿早起时还好好的，走了一会儿路就不行了。我家九弟妹懂医，我这就去把人请来。二嫂，我在这，我先看看孩子。二嫂，这孩子是中了暑气。夫人请留步，求您救救我孙儿的性命。你的孙儿情况十分危险，必须及时救治。你是想耽误我取药的时间吗？好，就劳烦夫人了。咱们都是流放的犯人，从二嫂那里论辈分，你也是我的长辈，以后叫我贺氏或者名字贺之染就好。好，我以后就叫你贺氏。谢叔叔，要煎药的话，还得和官爷们说一说。好，我这就去和官爷商量。前面有条小河，旁边的树木可以遮阴，就暂时在那里休息一会儿。谢谢官爷。贺之染特意让二嫂煮了一大锅的草药，除了给谢林喝的，还要让家人和官差都喝上一些，以便起到预防的作用。周官爷，可否借您的佩刀用用？你用刀做什么？我想给这树枝削尖，不出意外的话，大家中午能加个荤菜。贺氏，你要做什么？是啊，九弟妹，你这是在做什么？前世出任务的时候，经常露宿在野外，这样的捉鱼方法就是小儿科。嫂嫂们，把鱼收好。墨家女眷看到鲜活的大鲫鱼出现在面前，早已忘记了刚刚过来的目的，尤其是莫老夫人更会安慰自己，反正贺氏是自家儿媳妇，只要我们墨家不嫌弃，露个足也无妨。你还真有命，流放前一天娶了这么厉害的媳妇儿过门。这看似简单的动作，没有一定的功夫底子，绝对做不到。她到底是怎样一个奇女子？贺之染，你还真是不知羞，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赤足下河捉鱼，也不怕被人笑话。李柔，你还当你是大家闺秀呢？请你认清自己的身份，你只是个流放犯人，都这个时候了，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还讲究那些规矩，真是晦气。我要有九嫂那本事，早就脱掉鞋袜下河帮忙了。官爷，贺之染出手伤人，这种事你们不管吗？打你也活该，谁让你嘴欠？我还当你出去一趟，也能像贺之染那样捉几条鱼回来呢。真是把我们李家人的脸都丢光了，不但没捉到鱼，还被人嘲笑了一番。不要忘了，我是你们的姐姐，我丢人了你们面上也没光。住手！多谢你救了我孙儿一命，这个情我谢家记下了。谢叔叔，我夫君今天已经醒了，晚上您若是有空的话，不如来我们这边找他聊一聊。好，就听你的，晚上我会过来的。谢叔叔，一会儿我准备把这些鱼烤着吃，让二嫂给莲儿送去一条补补身子。谢谢。无论谢家流放是否与墨家有关，都于事无补，
不如两家好好相处，只要平安抵达西北就好。贺氏，你从小就是这样学着做人的吗？我这样做人有什么不对吗？我父亲从小就教育我，有好东西要先给长辈，我先给的婆婆，还有我的8位嫂嫂，他们都比我年长，我先给他们也无可厚非。小姑子年纪小，我当然要照顾一些。官爷您说说，我哪里做的不对？张青被说的哑口无言。稍安勿躁，大不了以后找机会给墨家人穿小鞋就是。你这媳妇儿愈发的厉害了，他也就嘴皮子不饶人罢了。哎，你可别谦虚，我说你媳妇儿厉害就是厉害。贺知冉忙前忙后的把鱼烤好，每位官差分了1条烤鱼，将其余3条交给了二嫂。莫九叶，我就说你这媳妇儿厉害吧，连烤鱼的手艺都这么好，你小子还真是有口福了。味道的确不错。贺氏，你这捉鱼的本事不错，趁着这会儿停下休息，不如再去捉一些回来。彭官爷这是没吃够。就当是这样吧。彭官爷，我就是一个小女子，刚刚若不是为了家人能吃些东西，也不至于当众赤足下河捉鱼。现在大家都吃到鱼了，您就别再难为我了。这次你不用捉太多，10条就10条。这样，你只要再去捉10条鱼，我就答应你一个能力范围内的条件。既然彭官爷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若不去就是矫情。你等着。先给哥哥我摸一下。各种更衣痛打淋漓，还在淘宝宝上开启了古董店，5本万利。莫老夫人昨日辱骂国公爷，是我们的不对，请您不要和我们计较。方夫人，如今九叶已经不是什么国公爷，你直接喊他名字就好，免得被人抓住把柄做文章。是我考虑的不够稳妥，莫老夫人莫怪。方夫人，我能够理解方家人的心情，你的歉意我心领了。若是没有其他事情，就回去吧，免得被官差呵斥。莫老夫人，我想用这戒指换几条鱼成吗？我家小儿子看到你们吃烤鱼，馋得直哭，我这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求到您这里，希望能照顾一二。鱼是我家九儿媳捉的，你要换的话就去跟她说。贺知冉看到赵氏在和婆婆说话，大概猜到了她过来的目的。贺氏啊，婶子能不能和你商量一下，用这戒指换几条鱼？鱼都在这里，你自己看着呢。这些可以吗？以赵氏这枚戒指的价值，别说5条鱼了，就算500条都不过分。没问题，如果不够的话，你可以再拿几条。不了，这样我就已经很满足了。他不舍得看了一眼贺知冉手中的那枚戒指，转身就走了。咱们之间一定有误会，想解开的话，就请方叔叔天黑以后来找我夫君，到时候一切就都真相大白了。好，我会转告给我家老爷的。想住10人间大通铺的1两银子，2人间5两银子，没有银子的客栈院内的棚子过夜。官爷，我们真的没有银子啊。是啊，官爷，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别让我们住在外面了。官爷你就行行好，哪怕让我们住在20人间也行啊。都别啰嗦了，有银子的现在就交银子，没有银子的就睡外面的草棚。娘，九弟妹，咱们一共12个人，我想着要1间10人的房间和1间2人房，您看如何？这样很好，让九叶与贺氏去2人间，我和你们几妯娌带着韩月一起住10人间。二嫂，你去帮谢家订1间房吧。我替我爹娘他们谢谢你了，九弟妹。贺知冉思考了一番后，悄悄塞给赵氏1、2岁银子。小贱人，就是你害得我们兄弟俩辛苦推1天的木板车，今天若是不能在你身上讨些甜头，我们兄弟觉都睡不踏实。先给哥哥我摸一下。这次是对你们的警告，再敢招惹我，就不会是今日这般让你们痛一痛那么简单了。官爷，请您为我们兄弟俩做主啊！发生了何事？官爷，贺氏他仗着官爷护着他，将我们兄弟打成这样。官爷您看，这里就是贺知冉打的，还有这里。虽然大多数官差不相信贺知冉会动手将人打成这样，可彭旺却是相信的。彭旺给贺知冉的厉害之处又加上了1条会打架，不能惹。你说你们是被贺氏打的？千真万确啊，官爷，就是贺氏打的我们。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竟然敢戏耍我们。官爷，我们真的没有说谎。既然你们说被贺氏打了，可有人证？官爷，我的家人都能作证。这不算，若是贺氏家人出面作证说你们打了他，你们服气吗？今天爷心情不错，就不追究你们诬告了，赶紧滚吧。官爷，我能作证，我亲眼看到贺知冉打人。既然如此，就把贺氏叫过来对质，把他们带出去。你说你看见贺氏打人，现在就把过程说一下吧。官爷，我亲眼看到贺知冉手里拿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棍子，先将何明打倒，然后又用同样的方法打何亮，直到2人没有还手之力才罢休。你先站在一边吧。贺氏，何家兄弟告你出手伤人，
可有此事？贺知染极其夸张地往何家兄弟身旁凑了凑，故意显示出自己在人家面前的娇小。彭官爷，这种事情你也信？这不是我信不信的问题，何家有证人。彭官爷，您说的证人不会是他吧？是我又怎么样？贺知染，我亲眼看到你对何家兄弟动手，这是事实，你还是不要狡辩了。李柔，先不说咱们俩曾经是无话不谈的好姐妹，就算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误会，你也不至于如此针对我吧？你看看他们俩的身材，是我能打得动的吗？行了，让何家兄弟自己说，贺氏是如何打你们的。官爷，贺知染先用拳头打得我小腹，然后又将我绊倒，又打我背部，把李柔儿拉出去，狠狠打上10鞭子。官爷，我真的看到贺知染打何家兄弟了，我说的都是真的。张青，这种小事就交给我处理吧，你回去陪头继续吃饭。李虎，你可别犯老毛病，这样的人必须让他尝尝苦头。你就放心吧，我保证不会放水。都给老子滚蛋！再敢找事，小心鞭子伺候。贺知染一时进入空间，打算好好研究一下，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发现一只手机，打开手机发现原本那些 app 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个淘宝宝购物软件。买个发圈吧，收货地址大顺潮，付款，再来1包零食，不能用银行卡支付，支付宝里只有1300。成为商家，可是成为商家要卖什么呢？卖古董啊。事情已经解决好了。他们信了你的话？那么明显的漏洞摆在那里，由不得他们不信。以后咱们吃东西或者其他，用带着谢家和方家一起吗？视情况而为吧，毕竟误会已除，但切记不要他们发现什么端倪。好，就按你的意思。婶婶，发生了什么事儿？婶婶昨天起夜，看到李家的庶女跟官差在一起鬼混。婶婶，那是他们的事儿，咱们还是眼不见为净。我是想眼不见为净啊，可他们说的话被我听到，我觉得有必要给你提个醒。婶婶，他们说我了。我当时离得有些远，含含糊糊听到那官差好像答应李柔儿要找你的麻烦。多谢婶婶提醒，我会注意的。官差想要找你的麻烦，这事儿非同小可，你还是和九叶商量一下，看看如何应对吧。我知道了，婶婶，一会儿我就和夫君商量一下。贺氏，今日我会派2个官差去城里采购路上的物资，你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去采购。谢谢彭官爷。咱们下午还要继续赶路，上午的时间你合理利用。1个上午足够了。啊，我儿这是怎么了？是哪个黑心干儿的，竟然对我儿下如此狠手？我们何家已经够倒霉了，受了这无妄之灾被抄家流放，儿子还被伤成这个样子。官爷，您可要给我儿做主啊！他们昨日还生龙活虎的给您推车，今早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官爷，肯定是他，就是这个毒妇把我儿伤成这个样子的。除了墨家，我们没得罪过任何人。这毒妇昨晚还打了我儿，官爷，一定是他，您可要给我儿做主啊！亏你能想得出来，她一个弱女子能把人伤成这样，你们谁信？谁信这2人是贺氏伤的？官爷，您说他做不到，可您看看这么多人，只有墨家最痛恨我们，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头，他们没死。贺氏，这里只有你一个人懂医，不如你去给看看。彭官爷，我不擅长治疗外伤，您还是另想办法吧。彭官爷，您总不至于要强人所难吧？这个大顺朝最富裕的女人，差握出计策，就官差让流放之路没那么艰难。这里就是集市，我们需要买一些干粮，你跟在后面，顺便买你需要的东西。周官爷，您看我要买的东西比较多，跟你们一起恐怕会耽误很多时间，不如我一个人去买，咱们约定个时间和地点碰头。贺知染看出了周老八的犹豫。周官爷，我若是不想跟着夫君一起流放，凭我爹的能力，一定会想办法把我留在京城的。我不至于傻到流放的时候偷偷逃跑，更何况墨家人还都在客栈，我不可能抛弃他们独自离开。八哥，我觉得贺氏所言有道理，他若是敢逃跑，回去我就打断莫九叶的腿。周官爷，我真的不会跑。八哥，别犹豫了，咱们办差事要紧。也罢，就相信你这一次，5时以前咱们在这里会合。放心吧，我保证不会迟到。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眼看着5时已过，仍然不见周老八和李虎的身影。贺知染越发觉得蹊跷，不等了，不管李虎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按时回去总没有错。贺知染刚走到客栈大门前，这是你竟然敢逃跑，看我不打死你！你个贱人，竟敢对官差动手，我看你是不想活着到西北了。好，你们来的正好，快把这个贱人抓起来，他无法无天，不但想趁机逃跑，还敢对我动手。贺氏，你住手！彭官爷，我现在看在你的面子上暂时饶过他，不过
今日之事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李虎半年前莫名被安排在他的队伍里，彭旺发现李虎为人贪婪又好色，还经常和兄弟们耍心眼儿，想着他背后可能有人，彭旺便没有将人赶出队伍。难道李虎觊觎贺氏的美色，老毛病又犯了？你们别吵了，都跟我来。彭官爷，周官爷有危险，我与周官爷在集市口约定好，各自去采购物资，5时以前在那里会合。我按照约定时间回到集市口，等了很久都没有看到周官爷的人影，以为他着急先回来了。我担心大家着急，便急急忙忙地赶回来。谁知刚走到大门口，李虎就对我动手，还口口声声说我逃跑。我刚刚没有看到周官爷回来，他与李虎明明一起去采购物资，为何李虎一个人回来，却不见周官爷的身影，又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我？我猜测周官爷一定是遇到什么危险了。李虎，你说周老八呢？贺氏逃跑，八哥去找人了，我回来就是报信的。彭官爷，我人都回来了，这算逃跑吗？你若是相信我的话，还是快些去寻找周官爷吧。只要能找到活着的周官爷，一切不就真相大白了？李虎，周老八在哪里？八哥真的去找贺氏了，我没骗人。贺知冉见从李虎这里问不出有用的信息，担心失去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彭旺命官差强行给李虎灌酒，半醉半醒间。想要这项链？想要。好，你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就把这个项链给你。没问题，我按照你说的做。周老八在哪里？他被我安排的人打晕带走，估计这会儿都已经变成鱼儿的食物了。头儿，我这就带人去河边寻找周老八。张官爷，千万别大声，容易将人叫醒，还有很多事情没问清楚呢。我们现在去哪里能找到周老八？码头往西走大概1里地，那里有块礁石，他们经常在那里将人丢进河中。彭旺立刻吩咐张青带着所有官差去找人。你为何要害周老八？只有他回不来，才能坐实贺氏逃跑的罪名。你为何要如此做？因为李柔儿不喜欢贺氏，我也想借此机会整治墨家。彭旺知道贺知冉后面会问指使李虎做这些的人是谁，这些都是上位者之间的烟杂事情，他不想参与其中。是谁让你整治墨家的？我不知道。和你接头的人是谁？你也不知道吗？让我做这些的人，我也只见过一次，天黑没看清楚容貌，不过他说话的声音有些尖细，应该是个宦官。贺知冉清楚，在李虎这里再也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彭官爷，我的话都问完了，李虎马上就能清醒过来。彭旺此刻已是焦头烂额，在原地发呆。彭官爷，李虎害人是事实，这种事情交给官府审理最合适。好，我知道了，这办法太好了，不但能惩治李虎，替周老八报仇，还不用自己动手收拾李虎惹恼上面的大人物，简直就是一箭双雕。贺知冉跟着彭旺一起朝着李虎说的位置奔去。头儿，周老八他没戏了。贺氏，我们刚刚已经查看过了，他死了。贺知冉并没有回应官差，而是当着众人的面开始给周老八做心肺复苏。这女子要做什么？是啊，人都已经死透了，还折腾什么？你看他动作多轻浮，还真是不害臊。贺氏，老八既然已经死了，就让他安心的去吧。贺知冉的动作并没有因为彭旺的话而停止，打算给他做人工呼吸。刚刚俯下身，突然意识到这里是古代，我需要你的帮助。贺氏，我知道你救人心切，可老八已经走了，你就别再折腾了。想让他活命，就立刻按照我说的做。若是你不听我的，周官爷就真的要去见阎王了。你要我怎么做？先捏住他的鼻子，然后朝口中吹气。你让我去亲周老八？快，就按照我说的办法。彭旺无奈，只能硬着头皮上。眼看着彭旺吹出来的气都跑到了外面，贺知冉心下一急，上前比划了一个方向。要这样角度才可以。还有，要让你吹的气全部进入周官爷的口中。贺氏，你不会是疯了吧？贺知冉在旁边看着周老八的手指动了动。彭官爷，差不多了。头儿，老八真的被贺氏清醒了。你不要乱说，坏了贺氏的名声。是我口误。老八没死，他活了。贺氏，真有你的，你就是老八的救命恩人。可是现在把老八抬回客栈，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完全没问题。周官爷此刻就是虚弱一些罢了，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得到了贺知冉的肯定，彭旺命人抬着周老八回客栈。现代军医用人工呼吸救人，引来古人非议，李柔乐极生悲。现代军医在古代制作帐篷，使得流放路上有个遮风挡雨之物。贺知冉回到墨家人那里，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婆婆、嫂嫂和小姑的不对劲儿。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九嫂，大家都在说是你用亲嘴的方法把周官爷救活的。我没有亲周官爷，我只是比划一下方向，再教彭官爷如何操作。既然大家都不相信我的话，等到了西北，就让夫君与我和离，以免墨家的名声被我败坏了。不过在这以前，我希望咱们还像以往那般相处，以免被外人看了笑话。贺知冉转身就走出屋子，虽然遭到大家的嫌弃，可未来的日子还要继续。九嫂，
他们怎么想我不管，反正我信九嫂。九嫂，谢谢韩月的信任。九嫂，你买的这些是油布吗？是的，我打算用油布做一些帐篷。帐篷？贺知冉耐心地给莫寒月讲解帐篷的用途，莫寒月越听越欢喜。九嫂，我在家没事的时候就经常做针线，我可以帮忙的。好，等九嫂裁剪好了，就让我们韩月动手去做。娘，咱们虽然和九弟妹接触的时间不长，可她绝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人，我相信她一定是被有心之人给算计了。娘，我和六弟妹想的一样，九弟妹的为人都看在咱们眼里，她若真是那样的人，不可能一路上如此照顾咱们，恐怕早就想办法逃跑了。是啊，娘，我也相信九弟妹不是那样的人。你们九弟妹是个好的，咱们大家都看在眼里。今日我就发话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以后谁再敢提出质疑，家法伺候。娘，我们保证只字不提。墨家女眷们达成共识，齐齐走出屋子。在他的带领下，墨家、谢家和方家女眷们纷纷操起针线，开始制作帐篷。贺知冉回到他与莫九叶的房间，外面传的事情并不是真的，我并没有亲周老八。我曾经在边关的时候，有一位军医就用主管对着病人的口中吹气，想必和你救人是一个原理。就是你说的这样。外面那些流言蜚语，你不必放在心上，我一个人相信你就够了。你真是这样想的？此事你不必放在心上。我崇拜的英雄就是心胸宽广，这才是做大事之人该有的样子。好想将他抱进怀中，好好安抚一番。你刚刚在李虎那里问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没？李虎说与他接头的人讲话时声音尖细，我怀疑应该是个宦官。如果是宦官的话，怀疑的面可就广了。李虎害周老八落水一事，背后还有几个同伙帮忙，而且官差赶去将周老八从河里捞上来的时候，也没有背着谁，很多人在那里围观。我相信李虎的同伙肯定能看到此事，我又当众救活了周老八，李虎做事失败的事情也算彻底败露。他们当中肯定会有人向上级报告此事，征求善后方式。我想着，李虎上头的人一旦知道他出事，很可能会派人对他灭口。你的意思是，咱们顺着李虎这条线找出他的背后指使？我的确有这个意思，不过以咱们如今的身份，行动怕是不会太方便。行动的问题不大，我自有办法。只是我如今都已经获罪，即便找到那个真正想对墨家不利的人，又能怎样？昨晚你不是去收拾何家兄弟了吗？敢欺负你的人，我绝不会让他们好过。以你的身手，想要报仇并不难吧？你说的有道理，今晚我就想办法出去盯着李虎。贺知冉见莫九叶已经想明白，便出去继续和女眷们一起制作帐篷。九嫂，你快看，我的帐篷做好了。他当着众人的面将帐篷展开。九嫂，我刚刚还在想，你口中的帐篷到底是做什么用的？现在看来，这不就是一个小房子吗？说是房子就有点太夸张了，不过用来遮风挡雨倒是不错的。你们墨家有这样一个儿媳妇，可真是三生修来的福气。那是，我们家九弟妹厉害的地方多了，可不仅仅会做帐篷这么简单。贺知冉谦虚了几句，他也看出了谢家和方家人对帐篷的渴望。方婶、谢婶，这帐篷咱们三家都有份，2人用一个，绝对没问题的。我们家被抄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出来，幸亏有你和墨家的帮助。如今我也想通了，既然不能再过以往那种衣食无忧的生活，索性就接受现实。从今以后，我方家就以墨家马首是瞻。这话我今天就放在这里，但凡哪个敢违背，家法伺候。是。谢家人见状，纷纷看向邱氏。娘，这件事您也不用为难，咱们以后用行动表示就好。芳儿说的对，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婶婶们的话言重了，咱们在困难的时候互相帮助，不用有那么多的压力。贺知冉，你今日做了那么下贱的事儿，竟然还敢抛头露面，若是换了有皮有脸的女子，早就一头撞死了。雨柔，我今天替你爹娘教教你做人的道理，以后嘴巴再敢不干不净，小心你的舌头。贺知冉，你就是个贱人，不值钱的女人，为了一点好处，连个濒死的官差都不放过啊！柔儿，你怎么了？贺氏，你简直就是无法无天，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出手伤人。贺知冉还真的冤枉，此时他还真是被李家这些亲戚给惹怒了。雨柔，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好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李虎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不过啊，我还真是有点想不明白，李虎都被送去官府了，谁给你的勇气还敢在这里耀武扬威？贺氏，你给我住口！官爷们呢？你们快来看看，贺氏简直没有王法了呀！九弟妹，是谁骂你？看二嫂怎么收拾他。九嫂，韩月帮你打坏人，我没吃亏。这个时候，那几个奉命来拿帐篷的官差也到，2名官差不容分说的举起鞭子就打，打得李家与何家女眷们尖叫着求饶。贺知冉，你要做什么？当着官差的面还敢动手吗？我本想着不与你一般见识，你却屡次挑衅于我，你那点小心思，
你我都心知肚明。我今日就把话放在这里，日后你若是本本分分的做人也就罢了，若是再敢挑衅于我，我绝对会让你生不如死。贺之冉，念在咱们曾经是好姐妹的份上，你不要再打了。好姐妹？你什么时候将我当过好姐妹？碾压式的战局很快就以李佳与何家求饶告终。李柔，你记住了，这就是惹到我的下场。如果不想今日之事重演，以后最好做个缩头乌龟，管好自己的嘴巴。今日贺氏救周老八，并不是李柔儿说的那样，他是教会我们头儿救人方法。清醒周老八的人是我们头儿，并不是贺氏。李柔儿信口开河，损坏贺氏名声。今日即便贺氏不收拾你，我们也不会放过你。赶紧滚！以后再听到你胡咧咧，小心鞭子伺候。怎么还不回来？一切可还顺利？很顺利，我都以为灭口的不会来了。正准备离开时，目标终于出现了。来人有2个，待他们解决掉李虎后，我一路尾随着他们到了一座院落。我亲眼看到了李虎口中与他接头的那个宦官。你可认识那人？那人我再熟悉不过，是从小就在身边伺候三皇子的太监李禄。史书中记载，三皇子南齐就是大顺朝的下一任帝王，给莫九业平反罪名，第一贯种让后人永远缅怀的也是他。你和三皇子之间有过节？我们同一天出生，自小就被皇上选去做他的伴读。16岁以前，可以说除了睡觉的时候，几乎形影不离。我们的关系可谓无坚不摧，包括顺武帝在内，都认为我将来会成为三皇子夺嫡的最大助力。你们关系这么好，他为何还会派人给你使绊子？我跟踪那2人到了那座院子以后，偷听了他们的对话。依李禄所说，是因为我知道南齐的事情太多，他担心我会泄露出去，才会在官差队伍里面安插了眼线。没想到李虎却因为一个李柔破坏了他们的初衷，由监视变成了背后捅刀子。护国公府被抄以前，南齐不可能一点风吹草动都没听到，他可有派人给你通风报信？并没有。没能提前给你消息，就当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凭着你与他那无坚不摧的关系，国公府逢此大难，按道理他应该帮你打点一番这些官差才是。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还在官差当中安插了监视你的眼线。你能想到南齐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吗？莫九业十分珍惜与南齐之间的情谊，眼下这些事情被贺之冉细细的讲出来，不得不让莫九业重新面对现实。虽然眼下我还想不出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以后也要多多提防才是。事情做得多了，早晚都会露出马脚。2人说了这么多，最终也没能搞清楚南齐这样做的初衷。不过他们都心知肚明，以后又多了一个要提防的人。深夜狼群来袭，夫妻2人默契点燃火圈，击退狼群。莫九业展示他的别样技能，帐篷第1天使用就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贺之冉看着这些帐篷晃落回到了现代的露营地，心中说不出的滋味。谢谢你为莫家做的一切。咱们都是一家人，我喜欢娘和嫂嫂还有小姑，所以心甘情愿做这些。我下手有分寸，何亮不可能会死。你是不是觉得何亮就是你的替罪羊？你也这样认为？何亮的死亡时间应该是你从那个院子离开以后，这就说明那些人有了新的行动，你并不知晓。如果杀手是冲着你来的，到了这里肯定会找身上有伤之人动手，而何亮恰巧就休息在草棚的边缘，他的妻子在快天亮的时候扶着他起身喝水。我猜测是杀手注意到了他们的互动，确定何亮身受重伤，而且他的身材又与你有些相似，就错把何亮当成了你。何亮的死对于咱们来说是一件好事。为何？如果真是你刚刚说的那样，杀手肯定会去禀报，刺杀成功，短时间内南齐会以为我死了，即便他发现不对，下一次动作也不可能太快，咱们倒是可以安生一段时间了。既然这样，咱们就欣然面对未来的一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自古以来都是邪不胜正，我就不相信那些不安好心的人能蹦跶太久。历史记载，南齐登基不到5年，就因沉迷女色伤了身体，早早亡故。没多久，大顺江山就易了主。贺之冉一个刚刚加入墨家的女人，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我作为墨家唯一的男子，若是继续自暴自弃，就太对不起墨家的列祖列宗和这些跟着一起流放的家人们了。无论如何，我都要努力的活下去，哪怕未来只能在贫瘠的西北度日，只要一家人和和美美的，也是一件幸事。放心，我一定会拼尽全力保护好家人和你的。贺之冉知道莫九业已经彻底想通了。好，我们共同努力，不让那些人伤到家人分毫。莫九业曾经多么威风啊！我还记得他凯旋归来的时候，皇上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出城迎接，当时的场面我亲眼所见，可谓轰动全城。即便他今日获罪流放，也无法磨灭当年那份殊荣。头，好端端的说这些做什么？我要说的是，莫九业是人中龙凤，他的夫人也不是普通女子。我看这2人郎才女貌，般配的很。头，莫九业再辉煌，那也是曾经。他如今已经被流放，即便能够活着抵达西北，未来也只能做个普通老百姓，一辈子做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能给贺氏幸福吗？更何况
贺氏已经与我有了肌肤之亲，莫九叶怎么可能不嫌弃他？与其让自己的救命恩人一辈子遭夫君的嫌弃，不如跟着我，起码我能对他好。老八，我拿你当亲兄弟才和你说这些，你不要自欺欺人好吗？你看莫九叶的样子，那是嫌弃贺氏，人家夫妻俩感情好着呢。我劝你趁早收了那些不该有的心思。顺着彭旺手指的方向看去，他不得不承认，的确如头说的那般。头，若是莫九叶能够一直这样对待贺氏，我是不会做什么的。彭旺深知这个兄弟太重情义，生怕他因此陷进去难以自拔。见周老八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彭旺多少放心了些。听到身旁传出平稳的呼吸声，贺知冉的意识进入了空间。刚刚打开淘宝宝的页面，屏幕上就弹出一条对话框：商铺内有物品交易成功记录，收入已经自动存入支付宝账户。贺知冉连忙点开账户余额查看，只见他的账户上多了7500元。我在商城出售的物品最便宜的也要1.5万，这7500元是什么鬼？交易记录：店铺内的银簪今日出售成功，价格为1.5万元。平台自动扣除售价的1成作为费用，而运费却要收取售价的4成，也就是6000元。这是什么黑心的快递公司？古今快递。不管怎么样，总算让他在淘宝宝内有了收入。贺知冉又在淘宝宝买了2把迷你袖剑，袖剑买好，贺知冉也困了，收回意识，开始酝酿睡意。我好像听到狼叫声，的确是狼叫。头，不好了，有狼群！贺知冉快速从空间将3瓶酒精全部取出，飞快地奔跑在流放人员以及官差休息的周围。莫九叶默契地点燃火折子，将他刚刚倒在周围的酒精点燃。娘、嫂嫂、韩月，有我和夫君在，不要害怕，我们绝不会让你们有危险的。我出去击退那些狼，你留在这里保护好家人。不，我们一起，相信我，我行的。你跟着我一起去可以，但绝不可以离开我的3步之内，这样遇到危险了我可以及时救你。好。贺知冉将迷你袖剑丢给他一把，并且快速地将操作方法告知。我做押解官差这么久，还是第一次遇到规模如此庞大的狼群。今夜幸亏有你们2个在，否则我们这么多人都要丧命于野狼之口。灵儿，我的灵儿不见了。贺知冉与莫九叶对视一眼，快速跑了过去。彭旺也带着官差们赶了过来。到底怎么回事？灵儿她不见了，灵儿你在哪里？快出来，别吓唬娘。刚刚我们在驱赶狼群的时候，你们在做什么？官爷，我们担心你们那里挡不住，就抱着石头在你们的后面，时刻提防有野狼闯过来。灵儿一直跟在我身边，后来夫君和小叔去帮忙，我担心他们的安危，注意力就一直放在了他们身上，以至于忽略了我的灵儿。灵儿，是娘大意，没有看好你啊。行了，先别哭了，找人要紧。彭官爷，要不要再问问其他人家，是否还有人失踪？都看一看自家人有没有失踪的，立刻向我汇报。流放犯失踪可不是小事，有成为逃犯的嫌疑。我莫家无人失踪，方家人没失踪。官爷，李柔儿不见了。点着火把，即便是挖地3尺，也要把人给我找到。是。官爷，我和内人想帮忙去找人。可以，天亮以前无论结果如何，都一定要回到这里。彭官爷，我婆母、嫂嫂们还有小姑就麻烦您帮忙照应一下了。放心。李良听说是李柔挟持谢灵逃跑，气得差点晕过去。彭旺立即派周老八带着4名官差押解李家所有人回京重新定罪。官爷，求您高抬贵手，就放过我李家一次吧，我求求您了，求求您了。来人，把李良拉开，收拾收拾，立即启程。李良被人强行带回，心如死灰。他心中清楚，李家这次算是彻底完了。以后多吃些，太瘦了，都是骨头，我都不敢使劲。哪里瘦了？我觉得这样很好。还是太瘦了。哟呵，你们小两口倒是和谐。彭官爷过来是有事。刚刚我已经带人将那些狼全部收了回来，不多不少，正好50匹。我想着这些狼多数都是你们夫妻俩打死的，就过来问问你们打算如何处理。彭官爷可有什么打算？若是换作以往，打死这么多狼，我不会考虑是谁的功劳，直接送去城里换银子。彭官爷，你们即便是将狼送去城里换钱，怕是也换不到多少吧？去年的时候，我们赶路打死2只野狼，送去城里，人家出1两银子一只。你把狼送去皮货行了？皮货行老板说狼肉没人吃，只按皮毛的价格收购。若是我有办法让这些狼更值钱，彭官爷愿意吗？这我怎么可能不愿意？彭官爷，若是我能让这些野狼获得更多的利润，得到的银钱可否让我来进行分配？当然可以。走，咱们现在就带人去处理那些狼。出手救下大兴王朝开国帝王费南宇，贺知冉再一次改变历史。在次日天黑以前，经过女眷们的辛勤付出，狼肉干全部烤好。弟妹，明日进城，你和莫兄弟若是有意的话，可以跟着一起。好，明日我跟着一起，顺便买一些物资回来。莫九叶担心京城那边在这个时候派出杀手，家中女眷们会有危险。我身上还有伤，
就不跟着一起了。那就这样定了，城里距离有些远，明日天不亮咱们就出发。送走了彭旺，躺在帐篷里，贺知冉意识进入空间。只见商铺里面的商品被销售一空，账户进账425万元。贺知冉好奇地点开记录，他发现商铺内的所有物品都被一个名叫小小收藏家的人购买去了。他使用意念，在空间内又选择了几十种商品，拍照定价后上传至商城。3天时间就坐拥400多万的女富婆，终于心满意足地睡着。离开皮货行，彭旺朝着贺知冉竖起一根大拇指。弟妹，哥哥今天是真的服了，这50只狼，若是没有你，我就只能卖到50两，这下好了，翻了1倍还多。彭大哥就不要夸我了，我只是运气好一些罢了。弟妹你别谦虚，哥哥我可不是随便夸赞人的。咱们赶路那么久，这会儿都饿了，先找个地方把肚子填饱，然后陪着弟妹一起采购物资。3人一路闲逛着，忽然前方的树屋里面倒飞出一个人。费南雨，你个穷鬼，也配称自己是读书人？以后再让我看到你来书屋，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费南雨，史书上记载，南齐死后，把持朝政6年之久，后又谋朝篡位的人就叫费南雨。贺知冉感觉脑后有一道视线自高处盯着这边。贺知冉朝着2楼方向看，只见那里的窗子敞开，视线内却空无一人。奉劝2位一句，适可而止，少管闲事，滚开！我若是偏要管呢？找死！你们这群乞丐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当街打人！难道你们就不是当街打人？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懂吗？谁看到我们当街打人了？反倒是你，众目睽睽之下对读书人动手，竟然还倒打一耙。我们3个刚刚亲眼所见，你们这些读书人当街动手打人，若是不服气的话，咱们现在就去见官，请县令大人来定夺。听说要见官，几个书生顿时就怂了。我们又没打人，凭什么跟你去见官？不去见官也行，刚刚这位被你们几个打了是事实，医药费必须得赔。看费南雨的穿着，眼下他最需要的应该就是银子。你说要赔多少银子？你们一共5个人，我看每人拿出20两正好。什么？每人20两？他费南雨根本不配。既然这样，咱们就去衙门，请县令大人说一说，他到底配还是不配吧。你坐在我们的木板车上，咱们去县衙。好，有劳姑娘了。不就是每人赔偿20两吗？我们答应，这么点小事，哪里需要惊动县太爷他老人家？既然不想去衙门，就快点银子吧。很快，100两银子送到了贺知冉等人的面前。5个书生一溜烟的跑了。收着吧。你为何要帮我？不怕得罪那些人吗？路见不平罢了，你不要想太多。你还能走吧？可以的，多谢诸位相助，日后若是有重见之日，费某定当全力报答。说完，他便转身离开。弟妹，以哥哥对你的了解，你可不是那种喜欢管闲事的人，为何要救那人？他可是有意结识费南雨，贺知冉自然不会讲实话。我最是看不惯人多欺负人少，所以没忍住就管了闲事。彭旺根本不信，既然人家不想说，他也不能继续追问。头儿，这日头太毒了，咱们还是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走吧。那边有个茶馆，去那里喝些凉茶，顺便歇歇脚。彭大哥，我不怕热，正好我还想买些东西，不如你们去休息，我买好了东西去茶馆找你们。这样也好，我们去歇歇脚，弟妹去买东西。他买了些布料，从空间里拿了些白米和面粉，他又在淘宝宝购买了烧鸡、烤鸭各20只，将包装全部换成油纸重新包好，放在了木板车上。看着车上堆得满满当当的物资，贺知冉心中毫无压力，反正都是顺武帝买单。回到茶馆，难得出来一次，弟妹怎么没多逛逛？天太热，车上的东西也多，我有些走不动，就回来了。既然你东西都买好了，咱们现在就往回赶。彭旺见贺知冉走路有些吃力，便让他坐在木板车上休息休息。贺知冉借机假寐，实则意识已经进入空间。贺知冉在淘宝宝商城购买了好几本关于这段历史的书籍。费南雨12岁便考中了秀才按手，当他带着这个消息回家报喜的时候，母亲却得了重病。费母离世不久，费父也一病不起，费南雨只好整日坐在家里抄书赚钱，顺便照顾父亲。在费南雨21岁的时候，费父撒手人寰。费南雨为了将父亲安葬，去经常抄书的书屋打算跟掌柜预支些银钱，结果却遇到了几个死对头，不容分说将人毒打了一顿，幸好被在此经过的三皇子南齐所救，并且出银子帮他安葬了父亲。自此费南雨就成了南齐的幕僚，南齐能够成为大顺朝的下一任帝王，可以说费南雨功不可没。费南雨成为首辅以后，上的第一道折子就是申请为莫九业平反。南齐在登基的第3个月，一道圣旨昭告天下，莫九业当年并没有通敌叛国，而是被冤流放。为此，南齐还亲自带人为莫九业建了一座衣冠冢。费南雨在位28年，从百姓食不果腹到衣食无忧，边境叛乱不断到无人敢惹，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得不昭示着他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帝王，甚至被后人称颂为千古一帝。刚刚感觉到茶楼上的那道目光，应该就是三皇子南齐。我歪打正着，在无形中又改变了一次历史。不知道这样以后，
费南雨是否还有机会结识南齐？贺知冉继续向后翻看，莫九叶的身世至今成谜。身世成谜。木板车摇摇晃晃，伴随着贺知冉无限思绪回到了营地。野史记载莫九叶的身世至今成谜。今天去平远县，遇到了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是谁？南齐。南齐，他来这里做什么？前些年，有一位大师帮南齐占卜，说有一位贵人会在今年8月出现在平远县。如果我今日没有出现在平远县，想必他已经与那位贵人结识了。此话怎讲？他的那位贵人名叫费南雨，12岁就考中秀才按手，是一位鼎鼎有才华之人。贺知冉选择性地将一些关于费南雨的经历，以及他如何结识南齐，又如何助他登上皇帝宝座的事情讲了一遍。我小时候作为南齐的伴读，经常出入袁贵妃的宫里。袁贵妃有一位心腹嬷嬷就姓费，费嬷嬷有一个与我们年纪相仿的侄子叫费南雨。你经常去袁贵妃宫里，她对你的态度如何？我也不知道为何，贵妃娘娘对我的态度甚至比对待南齐还要好。这就对了，与野史记载的内容几乎完全吻合。你有没有想过，你才是袁贵妃的孩子？这不可能，我莫家男儿一出生就带着莫家独有的家族印记。家族印记？我和8位兄长出生时，左肩头处都有一个月牙形状的胎记。父亲说，这是莫氏家族的古老传承，包括他与更多的列祖列宗亦是如此。两人各怀心思，谁都没有再说话。费南雨，你个穷酸，那天趁着有人帮你，得了我们100两银子，你还敢出现在我们面前？费南雨，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德行？这是崔举人举办的诗会，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有资格参加的。赶紧滚，滚慢了，小心兄弟几个对你不客气。同是读书人，我凭什么不能参加诗会？你用从我们这里讹诈来的银子参加诗会，还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读书人？你们为何在我举办诗会的时候闹事？崔举人，您不知道，这小子前些天讹了学生等100两银子，这样的人，我们自然不能让他进场。崔举人，学生有秀才功名在身，试问可有资格参加您举办的诗会？自然有资格，不过刚刚听这几位说你行为有失，若是没有人引荐，崔某是万万不会允许你进入会场的。本王若是亲自引荐这位公子参加诗会，崔举人觉得是否可行？齐王殿下真是折煞学生了，您要带人参加诗会，哪里需要引荐？走吧，随本王一起去2楼的雅间。学生费南雨多谢王爷抬爱。弟妹，你救的那位恐怕不是什么池中物，竟然能入了齐王殿下的眼。彭大哥说笑了，我怎么可能知道他认识齐王殿下？当初只是一时看不惯人多欺负人少罢了。你的出现只是改变了他们相见的时间。深夜的时候，南齐到访。九爷，不介绍一下这位夫人给我认识吗？这么晚能与我住在一个房间的，除了我的夫人还会有谁？嫂夫人不愧为墨家的媳妇儿，南雨遇到困难的时候，她竟然丝毫不惧对方人多势众，拔刀相助。民妇这个人虽然没什么大本事，但就是看不惯仗势欺人，让王爷见笑了。在下多谢莫夫人仗义相救。先生无需客气，我想换做其他人，遇到这种事情也不会视而不见的。齐王殿下，您说是吧？嫂夫人说的极是。九爷，护国公府被流放的事情说来，我还真是惭愧。母妃最近身子不适，我一直在外忙着寻找良医，以至于这段时间没怎么关注朝中消息。当我得知此事的时候，你们已经踏上了流放之路，我这才快马加鞭赶来平远县，想着帮墨家打点一番。我替墨家感谢王爷的关心，打点就不必了。我们都是被朝廷流放的犯人，未来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不敢有任何奢望。听莫九叶讲话的语气，南齐忽然感觉眼前这个从小与自己一起长大的人，仿佛变得陌生了。难道是他发现了什么？咱们兄弟一场，护国公府被抄家流放的时候我不在，总要给我个送行的机会吧。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既然如此，明日中午我在平远县的天府酒楼设宴，为兄弟你送行。官差那里不必担心，我会亲自告知，让他们在此多停留1天的。他的意思应该是不建议你去赴宴。我一定要去，无论如何，我与南齐之间的恩怨必须有个了结。你打算杀了南齐？不，我一旦那样做了，能得到一时的痛快，可那样的话，我要置家人于何地？既然你不能杀他，谈何恩怨了结？我想将我是墨家人这个事实告诉他，让他知道我并不是与他调包之人。如果能成功解开误会，我就当场与他割袍断义，兄弟情谊到此为止。既然如此，明日赴宴的时候可否带着我一起？不行，我不能让你跟着一起涉险。你信不信，以你的功夫，都逃脱不掉我的这个武器。我怎么没看出来，这么小的一个铁疙瘩能有如此大的威力？曹仁的死就是类似这样的武器所致。我的武器你都看到了，让我跟着你不但不会是拖累，我还能成为你的助力。你想想我的医术，一旦南齐在酒菜里面动手脚，也能第一时间发现不适。你和我一起去可以，一旦遇到危险，你自己保命要紧。
不要管我，知道吗？知道，你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让自己有危险的。如果我辨认不错的话，这就是前世看电视剧里面常出现的鸳鸯酒壶。嫂夫人来的正好，我特意订了补身子的汤，非常适合女人家滋补。王爷能不顾非议请我和夫君用餐，让我们夫妻感觉到了无上荣幸，怎么还能让您亲自倒酒？这酒的味道可真香，只可惜民妇不会喝酒，就施礼闻一闻好了。让王爷见笑了，民妇自小就有个坏毛病，不喝酒，却喜欢闻好酒。无妨，这里没有外人，嫂夫人无需拘束。感谢齐王殿下不嫌弃我的戴罪之身为我送行，酒业先干为敬。还是民妇来。很快，酒壶中没有毒的那一部分酒就被贺知然给倒光了。王爷，酒没了。来人，再来一壶酒。莫九叶感觉火候差不多了，主动开口道：“我左肩头的月牙形胎记，你可还记得？”当然记得，咱们小时候经常偷偷跑去父皇的温泉池沐浴。我还说过，你那胎记长得很特别。那是我墨家男儿独有的标记，墨家祖祖辈辈，但凡是男子出生后，左肩头就会自带那月牙形胎记。你说这是墨家男儿身上独有的胎记？我告诉你这些，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墨九叶是墨家的嫡系血脉，并不存在被调包的可能。你到底知道些什么？我墨九叶做人向来光明磊落，尤其是与你之间，我不希望有什么误会。我言尽于此，相信你也是聪明人，会想通这些的。等等，把话说清楚再走。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告诉我，你都知道些什么？这件事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拿你当兄弟，无论真假，从未对外人提起过。若不是你派人对我下杀手，饶是面对你本人，我都不会提起。齐王殿下，你这个酒壶的确不错，想必一定价值不菲吧？为了要我夫君的性命，还真是煞费苦心。齐王殿下可听说过一种名为七日岛的毒药？若不是夫君念及你们之间的兄弟情谊，你以为你还能活到第8日？走吧，希望你们能够忘记今日之事。你真的有7日岛？这就是一个障眼法，面粉而已。还真有你的。那当然，我鬼点子多着。莫夫人，我知道你们流放路途遥远又艰辛，这是再下一点心意，希望能够帮到你们一些。费先生，这银子我不能收，你还是拿回去吧。莫夫人有所不知，若不是您那日出手相助，我恐怕连给父亲买一口棺材的能力都没有。如此大恩，我终身难忘，只希望你能收下这份谢礼，让我心安。让你心安？这怎么可能？我要让你记住这份恩情一辈子。这位先生，妹子性格向来说一不二，她说不收就一定不会收，你还是别为难她了。既然如此，在下就不为难二位了。若是在下有了能力，定会帮你平反罪名。如此，就先谢过费先生了。刚解决掉齐王的毒酒，又招来恒王的刺杀，这流放之路不寂寞。队伍继续前行了10日，来到牛角山。这些人的目标是我，你留在这里不要动，我将人引开。他的话音刚落，身体就已经朝着远处的树丛飞奔而去。彭大哥有刺客，我去帮夫君。贺知然终于在一处悬崖前见到了黑衣人与莫九叶对峙的身影。莫九叶，你的伤势不轻，不要动，听我说就可以。这里是我小时候机缘巧合下得到的一个空间，起初我也很害怕，不过渐渐熟悉起来以后，我发现这里非常逆天。我的医术也是在这里面学的，还有偷盗国库的时候，我就是将那些东西送到了空间里。之外，空间里面还有个叫做手机的东西，那里可以买到很多这里没有的物品。除了他是穿越者的身份以外，其他有关于这个空间的秘密，基本都没有对莫九叶保留。你这个空间太过逆天，为了将来更好的保护你自己，千万不能再让其他人知晓。我的身体全部被你看到了，你要对我负责。要我负责？是要负责。哈哈哈，好，我会对你负责的。你是真的答应了吗？是真的，只要你愿意对我好，我也会对你负责一辈子。咱们出来这么久，娘和嫂嫂们一定会很担心。没办法，你的伤口很严重，不能随意挪动，而且现在外面天黑，咱们无法顺利落到悬崖下面，只能等明日再想办法了。这一整天，墨家女眷们可谓是以泪洗面。九叶与贺氏又没死，你们哭什么哭？娘，他们都离开一整天了，若是能回，肯定早就回来了。你难道忘了吗？我墨家男儿上战场杀敌的时候，不也是经常出去好几天才回来吗？那时候同样是音信全无。娘说的对，九弟和九弟妹都那么厉害，一定不会有事的。对，他们一定是被什么事情给牵绊住了，只要我们继续等待，他们一定会回来。娘，九哥和九嫂不会不管我们的。他们一定会回来的，时候不早了，大家都回去休息。万一九叶他们深夜回来，别闹得明日没精神赶路。头儿，我看那些黑衣人都是奔着莫九叶来的，可怜咱们的2个兄弟受了无妄之灾。
这还用你说？人人都清楚的道理。头儿，莫九叶他们夫妻俩到现在都没回来，怕是凶多吉少了。咱们明日是不是要继续赶路呀？一整天了，要回早该回来了。这趟差事咱们已经耽误太多时间，明日一早必须启程。头儿，能不能再多等一天？我打算出去找人。不该想的就不要去想，听哥哥的话准没错，否则苦的只能是自己。头儿，明日你们继续赶路，我留在这里寻找他们的踪迹。这样也好，给你3天的时间，无论是否能够找到他们，都必须归队。你放心吧，头儿，3天之内我一定追赶上你们。这些都是你的武器。这个叫机关枪，可以连续发射，适合敌人数量多的时候使用。等你身体恢复了以后，随便拿去把玩，就算用来打猎我都不会心疼。咱们说好了，等我伤势养好，你一定送我一把这机枪。这个叫狙击枪，准头足，射程远，比较适合远程刺杀使用。这个适合随身携带，用来防身再合适不过。这个是麻醉枪，能使人暂时失去意识，想要留活口的话就用它。这个叫手雷，能够一瞬间消灭敌人。他现在恨不得身上的伤势立刻恢复，好去见证一下这些武器的威力，忽然感觉下腹一紧。我想方便。你怎么样？还好吗？你能进来一下吗？我没找到茅厕在哪里。那就是这里。你确定是这里？贺知冉扶着他一起了解了空间内很多现代用品的用途以及使用方法。饿了，收入又增加112万。他在淘宝榜内实现美食自由，好吃的、想吃的、有营养的，买。两人边吃边喝，不知不觉竟然将美食都吃光了。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早餐后，我打算试着向下降落，等到了地面，我再带着你一起出去。好，你一定要小心些。若是不行的话，就等着我伤好些再想办法。咱们都已经在这里寻找了一夜，就算他们摔得粉身碎骨，也应该有个痕迹在。你的意思是莫九叶没死？这不可能，莫九叶身受重伤，从那么高的悬崖跳下来，怎么可能有生还的希望？还有黑人，我用麻醉枪将他打晕，看看能不能问出什么有用的东西。这是哪里？你别管这是哪里，乖乖回答我的问题，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些。说是谁派你来杀我的？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你对我做了什么？看你的样子，身体承受能力还挺强的，不如再给你加些药。是恒王，我们都是恒王手下的死士。你与恒王也有仇？满朝文武皆知，我与南齐自小情谊深厚，其他皇子自然将我当成眼中钉。南恒并不知我与南齐已经产生了间隙，担心我会有重返朝堂的那一天，趁着我是丹立姑的时候将我除掉，也无可厚非。若是这样，南恒第一次派人刺杀你不成，肯定还会继续派出杀手的。看来我们以后还真不能掉以轻心。如今想要阻止南恒继续对我出手，最好是能够将我与南齐闹掰的事情宣扬出去。这的确是个好办法。南恒无非就是顾忌你与南齐的关系，如果让他相信你与南齐决裂，想必会对你放松警惕。可要如何做才能让南恒相信我已经与南齐决裂呢？思来想去，两人都没有想出合理的办法。先离开这里再说。你的伤势不宜走动，你留在空间休息，我出去寻找出路。小心点。潼关爷，我家儿子和儿媳到现在生死未卜，我不能离开。我已经答应周老八，让他去寻人，3日后与我们会合。3日后，他们是生是死肯定会有定论。你们留在这里等着也于事无补，不如早些赶路。谁知墨家女眷表示坚决不离开，哪怕是挨鞭子死在这里，他们也一定要等。官爷，墨家对我方家有恩，如今他们夫妻俩生死不明，我们也要陪着墨家人一起等。官爷，我们谢家也要与墨家人共进退。彭旺不得不承认，墨家无论战死沙场的男儿，还是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女眷，都够令人敬佩。等吧，3天时间，如果他们还没有回来，即便是拖，我也会命人将你们拖走。多谢彭官爷的体谅，3天时间足够了。各种军医显露敌人本色，叶汉县令府整治贪官，帮空县令库房，顺便解决一个大麻烦。贺氏，你快躲起来，不要让他伤到你。你的那棵树要断了，不要乱动。贺氏，你快跑，墨家人还在等着你们回去。你怎么样？有没有伤到哪里？我无事，你活动一下肩膀，我看看。怎么没看到莫九叶与你一起？他受伤了，行动不是很方便，我打算找到出口再带着他一起离开。我知道出口，我帮你一起将人带出去。你也受伤了，我一个人去接他就好。不多时，贺知冉搀扶着莫九叶，亦步亦趋地来到周老八面前。周官爷，我夫君身受重伤，无法走太远的路，即便走出这山谷，怕是也无法跟着大部队一起赶路。的确是这样，可咱们的行程已经耽误了很多天，想必以后的路都要加快速度才可以。周官爷，我想到个办法，您看行不行？
你有什么好法子？快说！我夫君的身体肯定无法在山路中行走，如果您和彭大哥能够信任我们的话，我打算带着夫君绕山而行。你知道吗？绕山而行会耽误7、8天的时间，况且大部队也不可能停下等待。你们这样做要如何追赶上大家的行程？我打算出了山谷以后，去城里租一辆车，这样不但夫君能够继续养伤，赶路的速度也能提升很多。贺知然也看出周老八犯了难。周官爷不用担心，我们的家人都在队伍当中，我们行事不可能不顾及他们。更何况以我夫君的本事，想要在你们眼皮子底下逃走，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也罢，就按你说的做，咱们离开山谷就分头赶路，我直接上山与头他们会合，你们也不用担心其他，一切由我周老八去担着。由于行走的速度太慢，三人一直到下午才走出山谷。你们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大概2个时辰左右就可以抵达平阳县。周官爷放心，我保证不会掉队太久。彭大哥那边就有劳您帮忙解释一下了，还有我们的家人，请转告他们，我和夫君一切都安好，过几天就会与他们见面。放心吧，你的话我一定带到，你们路上也多加小心。直到再也看不到周老八的身影，贺知然才带着莫九叶进入空间。你暂时留在空间，我一个人赶路的速度能快一些，争取天黑以前进入平阳县。好，你路上注意安全。都让开，小爷我的马儿精了，不想死的都让开，走开，敢挡在小爷面前，你不要命了是吧？哦，你是哪家的小娘子？不如跟着小爷我一起去乐呵乐呵。滚开，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哟呵，小娘子的脾气还挺辣，小爷喜欢。贱货，你知道小爷是谁吗？信不信小爷一句话就能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还有你的全家，一个都不能留。这就是嘴贱的后果，以后给我记住了，看见姑奶奶就绕道走，否则我见到你一次打你一次。姑娘，出气就快跑吧，等他的人来了，怕是你想跑也跑不掉了。大婶，这人是什么身份？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如此猖狂。姑娘怕是从外地来的吧？这位是咱们平阳县县太爷的独生子，名叫孙家宝。你惹了他，就等于惹到了县太爷。听婶子一句劝，趁着县衙的人还没有来，你还是快跑吧。谢谢婶子的提醒。发生了何事？碰到个无赖，被我修理一顿而已，不用生气，反正我又没吃亏。莫九叶被气得脸色铁青，竟敢调戏他的女人，还真是不想活了。别累了，给爷按按。小的这就帮你按。哈哈哈，莫九叶，谁让你如此配合我的？是不是笑死人不偿命啊？只要你喜欢，我就奉陪。笑闹了一阵，贺知然再次离开了空间。听说县太爷派出了全部官差满城，捉拿殴打宝少爷的女子。那女子还真厉害，官差搜查了这么久，都没能找到人。兴许人家早就出城了，在城里搜，怎么可能搜到？哎，但愿那女子已经出了城，若是真的落到县太爷手里，必死无疑。老人家，我听大家都在说县令的儿子被人打了，此事可当真？孙家宝是县令家的独苗苗，在平阳县内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百姓们都是敢怒不敢言啊。老人家，进城每人收费5文钱，是县令的意思。除了县令大人，谁敢做这样的决定？那收到的钱都用在了哪里？能用在哪里？还不是都进了人家的私库。你都打听到了什么？贺知然一五一十地将老者说的话全部告诉莫九叶。反正长夜漫漫，闲着也是闲着，我打算去县令府中逛一逛。爹，孩儿不管，你必须把那个女人给我抓到，我要让她生不如死。我儿放心，你爹已经派出全部官差去搜捕，绝不会让伤你之人跑掉的。敢在平阳县伤我儿者，定让他生不如死。我倒要看看一个身体残疾又口不能言的人，还要如何做官？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让他做个傻子好了。狗县令还挺富有，我只是小小出了这么一次手，就有如此收获。你打算如何处置这些？我准备把这些大件物品全部放到商城内售卖，剩下那些银子，最好是能想个办法还给平阳县的百姓。想把银子还给百姓，这个想法不错，可咱们的时间根本不允许去做这些。这个计划先这样放着，明日我出去雇车的时候再打听一下，看看是否能想到好办法。今日的街上尤为热闹，百姓们已经知道了县令一家的遭遇。县令府库房被搬空，县令变成口不能言的哑巴，他那位欺男霸女的儿子变成傻子。费先生，你是在叫我？费先生，我是贺知然，莫九叶的妻子。莫夫人，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费先生，我现在是男子。贺公子，费先生怎么来了平阳县？不瞒贺公子，我跟着齐王刚刚抵达京城，齐王就接到了去东方县救灾的圣旨。我们连夜出发东丰县，才发现那里除了水患以外，竟然还有人染了鼠疫。东丰县县令不知从哪里讨来的偏方，据说能治疗和控制鼠疫，奈何缺少一味药材。
齐王就委托我沿路朝着西边的县城走一走，看看是否能买到那味药材。不知费先生要寻找什么药材？现在只缺黄连这一味药材，我走了2个县城都没有找到。本来我打算使用齐王的腰牌去求助这里的县令，谁知刚刚听说县令昨夜家里遭了贼，我便打算去下一座县城看一看。贺知染计上心来，不瞒费先生说，街上百姓议论那个重伤县令公子的人就是我。我一怒之下夜闯县令府，想给他们一些教训。谁知我在房顶偷听他们讲话时，无意间得到一个消息。什么消息？贺知染随即开启了胡编乱造模式。县令说他在东郊的小库房已经被那些黄连堆满了，这几天城门收的银钱都存放不进去。为了验证虚实，我连夜去了县令口中说的地方，那里果然有一个不大的库房。经过查看，里面不但存放了大量黄连，还有好几箱银子与铜钱。烦请莫夫人带路，若是那些黄连能够带到东丰县的话，东丰县的百姓就有救了。费先生，我夫君身受重伤，还等着我给他买药回去，您看这样行不行？咱们约个时间，我晚些带你们过去。莫公子的伤势要紧，未时我会在东城门那里等你。好，我一定准时到。按下葫芦浮起瓢，解决了南齐，又要防着南横。刚刚想办法解决了南横的事情，又要继续防着南瑞。幸亏顺武帝只有这么3个儿子。外面情况如何？我遇到了费南雨。贺知染将平阳县事情以及费南雨出现在平阳县的原因简单的说了一遍。我在东郊找了一座废弃的院子，打算购买一些黄连放在里面，顺便将县令府内那些银子与铜板一并交给他。你这样做是有什么目的吗？我跟费南雨说，这些黄连都是狗县令私藏的。你想想，以费南雨的精明劲儿，肯定会琢磨他存这么多黄连的目的。眼下南齐被皇上派去东丰县赈灾，一旦他在东丰县做出一番事迹，必定会得到皇上的赏识。以目前朝中的局势看，想必最不想让南齐赈灾成功的人就是南横，他定会暗中使绊子阻止南齐的行动。若是费南雨回去将狗县令囤积大量黄连的事情告诉南齐，南齐首先就会想到狗县令是在帮南横做事，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他赈灾。更甚的话，南齐还会联想到东丰县的鼠疫很可能是人为造成，这个最大的怀疑目标必定是南横无疑。这样一来，南齐会更加对南横怀恨在心，以南齐那无法容忍的度量，回京以后定会想办法找南横的麻烦。南横自顾不暇，自然会暂时忽略对我的追杀。这只是一部分原因，难道你还有其他目的？我还想借着这次帮到费南雨的机会，请他回京以后想办法将你与南齐闹掰的事情宣扬出去，这样南横才会彻底放弃对你的追杀。另外，咱们昨夜不是打算将狗县令的银钱分给百姓吗？我打算这件事也请费南雨帮忙，相信以他的能力一定能做到。莫九叶是愈发佩服这女人的精明，她语气中不自觉地带着一股子宠溺。还真是难为你了，这小脑袋瓜里装了这么多东西。我这叫一举两得，不但能找到可靠之人将狗县令的银子归还给百姓，还能打消南横对你的忌惮。好了，你出去这么久也累了，休息一会儿，咱们吃午饭。贺知染依约带着费南雨来到一处荒废的院子前。费先生，就是这个院子。莫夫人，这次你真是大功一件，我替东丰县那些百姓谢谢你。费先生不必客气，我还有事拜托于你。莫夫人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就是，只要南雨能办到的，定会不遗余力。想必费先生也听说了，平阳县县令是个狗官，在任这几年没少搜刮民脂民膏，这些银钱一定是搜刮那些百姓获得。我想着，既然咱们找到了这些银钱，就应该物归原主才是。莫夫人的意思是，打算让我帮忙将这些银子物归原主？费先生也清楚，我和夫君要急着赶路，根本没时间做这些，更何况我们的身份也不合适。莫夫人若是信得过我，我一定将事情办好。孙县令囤积了这么多黄连，必定是得到了谁的授意。从如今东丰县的情况来看，鼠疫很可能是人为造成，轻则让齐王赈灾无功而返，重则齐王会感染鼠疫身亡。这样的结果对谁最有利，咱们都心知肚明。我想着，齐王得知此事以后，定会加以报复。想必到了那个时候，恒王定会手忙脚乱，顾不上继续对莫公子出手。还有，我回到京城以后，会想一个合适的理由，将莫公子与齐王闹掰的事情散播出去。一旦恒王相信，他也就彻底死了刺杀莫公子的心，这样你们未来的日子才会太平。贺知染没想到费南雨这么快就能考虑到这些，甚至与自己猜测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完全吻合。多谢费先生为我莫家考虑，我替莫家上下感谢您的恩德。莫夫人客气了，若论恩德，是你救我在先，今日又帮了我这么大的忙，该说感谢的是我才对。两人客套了一番，看看时候也不早了，贺知染便提出告辞。就这样，贺知染白天驾着车赶路，晚上进入空间休息。连续赶路的第6天傍晚，是儿子不孝，让娘担心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九嫂，你们终于回来了。韩月每天因为担心你们都睡不着觉。九嫂，韩月都想你和九哥了。韩月不哭啊，我们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嫂嫂们见九弟九弟妹回来十分高兴，同时还告诉他一个大消息。
何家人在抬着何明下山的时候，脚底一滑，将人给摔死了。彭大哥，这次事出突然，我和内子不小心坠落悬崖，幸亏周官爷及时赶到，才将我们带出山谷。此事老八回来已经和我说了，这不怪你，赶上队伍就好。你刚回来，好好安慰一下家人。你们这次的事情可把他们担心坏了。多谢彭大哥体谅。队伍继续向前行进了半个时辰，彭浪吩咐就地休息。我的个乖乖呀，从小到大，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个头这么大的苹果。是啊，这苹果不但个头大，还比咱们曾经吃到过的颜色红了很多。这么好的苹果，婆婆和韩月一定会喜欢吃，我这就给他们送去。给家人们购买水果，贺知然可没有吝啬，他特意在淘宝宝里面挑选了品质最好的红富士苹果，吃上一口准保又甜又解渴。嫂嫂们，苹果多得很，大家随便吃。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为家里人买些好吃的。九弟妹，你和九弟是在哪里买到这么好的水果？嫂嫂们，水果是我和夫君在赶路时候偶然看到的。卖家推着一辆木板车走街串巷，我也说不好下次到哪里还能碰到这样的水果售卖，还真是可惜了。这么好的水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遇到。如果咱们还能遇到这样的水果，我来请大家吃。等咱们到了西北安顿下来，我就出去找一份工去做，这样也能帮到家里一些。大嫂，到时候我跟着你一起。嫂嫂们，咱们先把水果给大家分一分。谢谢婶婶，等婶婶家有了小弟弟，灵儿一定带着他一起玩。我与贺知染生的孩子一定会很好看，到时候全家人都围着小家伙一起玩耍，那场面想想就令人开心。莫公子，其实当年我没有及时将粮草送去边关之时，也是受人指使才会那样做的。看来贺大人是准备出卖你的主子了。莫公子恐怕想不到，当年指使我扣押粮草的人是二皇子瑞王。你说是南瑞？正是瑞王。我与他无冤无仇，他为何会如此做？莫公子是聪明人，想必应该清楚我和你说这些的目的。我只是一介武夫，根本不懂得那么多弯弯绕，和大人与我讲话，还是不要多圈子的好。瑞王整日做出那些吟诗作画的事情只是表象，为的就是让恒王与齐王对他放松警惕，认为他不会成为两人储君路上的绊脚石。岂不知瑞王私底下已经拉拢了很多朝臣，那些朝臣表面上看还都是恒王或者齐王一派，实则是在替瑞王做事。当初他让我扣押送往边界的粮草，目的就是为了让齐王猜忌恒王，以此来达到使他们剑拔弩张的地步。结果也真就应了瑞王的猜测，齐王的人多次上折弹劾恒王，以至于两人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甚至已经开始在背地里互相打压。瑞王许了你什么好处，让你甘心为他所用？不瞒莫公子说，我有个私生女，名唤何美玉，从小就被养在外面。美玉与瑞王两人情投意合，瑞王得知她的身份后，亲自向我提亲，并许诺美玉正妃之位。我当时就考虑，不管瑞王是否是心有沟壑之人，再不济也是个王爷，我家里一个小小的私生女能嫁与他为正妃，那可是三生修来的福气。瑞王见我答应，又提出了一个条件，美玉过府后要换一个新的身份，让外人看来和我没有半点关系，目的就是他不希望有人说他有结党营私之嫌。2个月后，瑞王如约娶美玉进门，美玉的身份也只是一个富商家的闺女。那后来呢？后来瑞王就以美玉思念娘家人为借口，偷偷带着她一起去与我见面，一来二去的，我与瑞王渐渐熟络起来。他趁机说出了拉拢我之事，我也是在那时候才得知瑞王的野心之大。他许了你什么样的好处？自然是美玉的皇后之位，到时候他会公布美玉的真实身份，让我成为当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丈大人。只可惜你那位女儿是个短命的。都怪我识人不淑，以为瑞王会对我言出必行，谁知在我被皇上下旨降了官职以后，他对我的态度就大不如前。直到美玉身死的消息传出，我也彻底不敢再做什么国丈的大梦。莫公子，如今我们都已经沦落到了被流放的境地，我告诉你这些，就是希望你能够不计前嫌，对我和家人照应一些。经过这段时间的流放，我已经看透了很多事情，不会再有什么不该有的心思。你我本来就不是同路人，更何况你当年所为差点害死边关那么多将士的性命，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原谅你的。看在你今日告诉我这些的份上，只要你以后循规蹈矩，不招惹于我，我保证不会主动对你出手。他已经对我动了杀心，估计是有那些官差在，才没出手。为了让全家人能够生活得好一些，何志远硬着头皮道：莫公子，我是带着诚意告诉你这些的，你不能翻脸不认人啊。是你主动要告诉我的，我又没问。朝中之人都说你是个正人君子，我看你就是一副小人嘴脸。正人君子也好，小人嘴脸也罢，那要看面对的是什么人。对待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我有什么理由去做君子？你